这2年啊，可谓是 MPV 新元年，无数新 MPV 车型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啊。这一细分市场似乎也再次火热了起来。现在确实有很多85后、90后第一款车也会尝试买 MPV 当家庭用车，这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能折射出很多社会的变化。我们这一期就讲一讲这个车型。5、6年前提到 MPV 啊，多数人想的是行政车，或者是一些比较注重商务接待的相关行业的老板爱买。因为有时候重要的客户在省外，要加急去谈，司机晚上或者早上很直接就把你拉过去了。所以国内 MPV 啊，以前都喜欢进口车，在客户面前比较有面子。像丰田埃尔法在今天还是要加价很多，其实在日本本土啊，这车不贵的，售价折合人民币是21到46万。2021年啊，全年日本本土销量是 9.5 万台，对日本来说啊不少了，所以人家产能是够的。中国 MPV 市场的增长啊，在2016年前一直很快，2013年的增速达到 164.5%，2014年的增速为 46.7%， 但到了2017年啊，销量却急转直下，经历了4年的负增长。但是如果你关心车的话，你会发现过去2年 MPV 明显在回暖。2022年第一季度 MPV 累计销量 20.6 万台，其中有一半销量都是20万元以上的 MPV 贡献，同比增长 11%， 而14万元以下的低端 MPV 的销量同比下滑 27.6%。主要是很多国内智能车企业在中高端 MPV 上都特别舍得烧钱，都开始格外注重这个车型。挺多老板也忽然发现，国产 MPV 无论是自己享受还是给客户做，体验好像也不错，也不用根据自己的需求做太多改装了。话说这么小规模的市场，为什么就是有这么多车企纷纷备战下重注呢？我们要先理解这波智能车的大浪潮。汽车的演变不只是形态，而是定位发生根本的变化。车除了是 A 点到 B 点的交通工具，将来还是高级体验型的第三空间产品，而且这将会是个无限迭代升级的产品。演进的3大方向是更新的能源、更智能的座舱、更智能的驾驶。其实这3者没有什么必然要在一起的关系，只是因为全世界都需要一个新产业站在新的制高点上，所以他们就打包放在一起卷了。而这2年造 MPV 的过程啊，也能让更多企业明白未来汽车产业究竟该往哪去。那我们知道，在燃油车时代 MPV 就是最功能化的车种，也实现了很多电气化。最早的汽车就是纯机械产品，想想20-30年前的手摇玻璃，后来不断的增加各种功能。以前汽车的电气化是漫长的，每次增个功能啊，往往要多配一个 MCU。传统整车控制域的芯片应用是分布式的，发展也是比较线性的。那接下来汽车的电子架构会由分布式向域集中式和中央计算式架构发展，可以理解成各种功能是神经系统，未来汽车神经系统需要一个统一的大脑，这会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但这个发展趋势有2个好处，一是可以提高控制芯片以及外围电路使用效率，降低整个车的芯片成本，因为车的芯片比消费级芯片要求高多了。汽车芯片的工作温度、工作湿度范围宽，还得面对高振动多粉尘，设计寿命10几年也远高于手机。从成本上，分布式是不行的。域集中式和中央计算式还有一个好处是可以增强不同功能配置之间的通信效率，而且只有这样你才能实现所谓的行业里讲的驾舱融合，也就是让自动驾驶感知外部环境的功能与座舱里的各种功能结合起来。普通座舱像 Siri 一样，你叫它，它才有反应，处于一个后台待机的状态。而智能座舱就是有想法的 Siri 不需要叫它，它可以根据当下的一些情况自我判断做出对应的服务，比如下雨天自动关天窗啊，被撞后自动报警啊，以及以后的 AI 智慧悬挂。靠 AI 及时采集和预测路面情况，让车的减震性能大幅上升。等低价位的汽车减震也做到你在车上打游戏眼都不累的时候，车这个空间也就彻底有了新定义了。因为车有从分布式向中央计算式迈进的这么一个大趋势，所以这2年大家会发现各个智能车企的舱内功能五花八门的，屏幕越来越多，越来越高清。就算现在有的实现不了多屏互动，但至少先让屏多起来，先完成第一步。所谓智能车时代智能座舱 SoC 主芯片集成了 CPU、NPU、GPU、DPU 以及各种外设，所以能把 MPV 造好就很关键。这本身就是最能承载智能座舱想象力的车型。
适合做各种新尝试。燃油 MPV 都会对发动机舱进行隔音处理，而电动车本身就没有发动机，静谧性更强，传统燃油发动机熄火，车辆就缺电，智能化体验有限。现在很多纯电 MPV 就算后排也可以搭载更丰富的娱乐系统，某种角度电动或许是更适合 MPV 的。只是在过去国内确实20万价位以上的 MPV 太少了，燃油时代比较难做品牌突围，毕竟燃油时代国外这个车型做的太早了。1975年东京车展上展出了一个 MP1 的概念车，后门是滑动设计，还装配有专门供轮椅上下的升降台。日产和三菱也赶紧做，但是这一波销售的都不太好。1984年克莱斯勒捷龙出来后日企和美企才又开始迎来 MPV 的大热潮。但是国内对 MPV 最早的认知是和面包车高度混淆的。你像很多人小时候北京天津流行的黄大发门也是滑动设计，面包车的观念太深入人心了，以至于90年代的雪佛兰 Lumina APV、丰田大霸王等车型进入国内之后，将其称为豪华大面包，或者是叫子弹头。还有就是子弹头在公务系统里很多地区也是不如奥迪 A6 的，或者可以说在很多地方虽然它长期是公务车，但有时又不是专车，所以等更多人买得起轿车时家用 MPV 肯定没法和轿车竞争。而且国内 MPV 还不像国外有众多的 V6 版本可以选择。另外在经济发展比较激进的时期车的外观也更大于实用性。独生子女潮时期，5座车也能拉3口之家加2个老人。这几年不少像我这个年龄的新手父母不少会买 MPV 了，有这么几个原因二胎政策的放开，这个大家都有感受。另外就是目前城市化最激进的时期过去了，人口流动性相对来说没那么剧烈了，所以城市里会有更多的大家庭了。新一代年轻人现在一线城市购房置业挺多也需要父母帮忙，包括买车环节。父母虽然不至于一定要求买 MPV但这个选项他们往往也是支持的。经济渐缓时，人们也更注重自己的安全舒服。我们看中国的两波婴儿潮，1960到1972，还有1984到1996年，前一波是后一波人的父母，他们差不多刚刚退休，大家庭一起外出的需求其实是非常多的。所以有的自主品牌面对乘用化转型就很成功。比如最近我去上汽大通 Maxus 的一个活动，他们就实现了很多技术突破。首先是 MIFA 9的智能座舱，2排的座椅上有个小屏幕，可以各种调节座米，你自己面前屏的内容也可以随心分享至车内其他屏幕，包括后排可以向前分享比如后排辅助、主驾变更导航信息这些功能就很实用。不方便起身的时候，也可以通过眼动跟踪实现一些操作控制。这些为大家量身打造的功能就是舱内全域互通技术，用的高通8155芯片，联发科8666芯片，高性能双芯互联互通，可以实现10屏联动。而且这个车还是全国首款实现 L4 自动驾驶的纯电 MPV。这2年说起来自动驾驶，好多人印象都是现在各种小车型上用这个技术，毕竟谈起自动驾驶就给人灵活的感觉。 MPV 总让人觉得车型太大了，感觉离自动驾驶没那么近，但实际呢，去年国内自动驾驶有非常多应用场景，是给线下很多论坛与会议提供接驳服务，这个 MPV 自然就有优势了。MIFA 9搭载的是上汽集团的星云平台，上汽大通是上汽集团的，自然用的也是上汽集团的全面实现高端电动化的专属主力平台星云纯电架构。咱们也知道上汽的各种车型是真的多，所以梯度化和可拓展算是星云架构很强的特色。大家也可以理解成星云的出现，大通、智己、非凡、荣威、MG 大家都会使用一个系统化平台。这2年各个车企新的专属系统化平台对汽车行业的影响不亚于当初汽车流水线的发明。因为未来是软件定义汽车的时代，早做系统化平台有助于巨头车企在电车时代生产与研发上更彻底的实现整车模块化、零部件通用化，从而提升设计和生产效率。虽然在过去的燃油时代，像大众这种企业也很注重模块化趋势，但纯电时代3电系统等零部件之间多是以柔性电缆连接，与燃油车的发动机、变速器、传动轴之间的完全以硬性机械连接不同，相对更容易实现高价值模块的集成。造车新势力呢较少去谈专属系统化平台，是因为车型不多，现在谈模块化理念还稍早。
当然，星云系统的魔方电池在理念上也是模块化的。首先，这个电芯是躺着放的，电池包高度很低。说个最直观的数据啊，魔方电池的高度做到了110到137毫米，这也是新款 MPV 空间有保障的原因。然后电池中的电芯可以兼容不同化学体系，低密度体系可以选择磷酸铁锂等，中密度体系可以选择高镍三元等，高能量密度体系可以选择目前的半固态和硅碳负极材料电池。电池包电量也可以覆盖44到150千瓦时范围，类似一个在电池高度、化学成分、电池容量等灵活自由排列的电池组，但是它的外围设计都是一样的，所以魔方电池能够实现快换与互换。所谓快换就是换电站直接换，换电肯定也会是很主流的方式，当然也不会说换电站就把加油站取代了，因为上汽本身就跟两桶油成立了做换电的合资公司，两桶油已经亲自下场做了。那所谓互换呢，指的就是将最大77度的电池包换成90度的电池包，三元锂也可以换成磷酸铁锂电池，所以上汽大通也成了首家在 MPV 领域实现换电补能的车企。不难看出啊，上汽大通认为未来新能源的趋势是换电加充电多样化的电池方案，毕竟给到用户选择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大通的国产 MPV 之所以能推出这么多功能，是因为上汽大通在乘用化领域深耕，旗下乘用化产品 MPV 有10余款，全平台、全能源、全场景产品矩阵成了 MPV 世家了。实际大通 Maxus 海外业务增长的一直很快，而且 MPV 产品在欧洲售价达到 8.5万欧元，价格和产品力直接对标奔驰 EQV。 其实看整个去年中国汽车的出口量，中国已经超过德国了，相信中国汽车品牌一定会越来越受到世界的认可，上汽大通未来也一定会成为国内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首选。